能源价格持续走高，通货膨胀高烧不退。英国在近40年最糟糕的经济环境里迎来了新任首相。刚刚在保守党党首选举中胜利的特拉斯，周二飞赴苏格兰接受了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首相任命。法国、德国等欧洲领导人对特拉斯的胜选表示祝贺。俄罗斯方面则表示，鉴于特拉斯此前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期间的言论，俄方预期与英国的冷淡关系不会有任何改善。周二上午，特拉斯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接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任命，并组建政府，正式从约翰逊手中接过唐宁街10号的钥匙，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此前一天，特拉斯在保守党党首的中选中战胜了前财政大臣苏纳克。不过，投票结果显示，特拉斯在党内获得的支持率并非此前预测的那么高。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本次共有 82.6% 的保守党成员参与投票，其中约 57% 的有效选票投给了特拉斯，仅仅领先对手苏纳克14个百分点，得票率低于他的前任约翰逊，以及2005年的卡梅伦、2016年的特蕾莎梅，因对手最后放弃而自动当选保守党党首。而事实上，自从保守党2001年实行新的内部选举规则后，在特拉斯之前，无一人以低于 60% 的得票率赢得党首之位。特拉斯获胜后发表了5分钟的简短演说，感谢保守党组织了历史上最长的工作面试之一，并信心满满地表示他将带领保守党赢得2024年的选举。至于如何挽救英国深陷的多重经济困境，与竞选期间电视辩论的内容相仿，特拉斯仅在演说中一笔带过了他的大胆计划。 I will deliver a bold plan to cut taxes and grow our economy.I will deliver on the energy crisis, dealing with people's energy bills, but also dealing with the long-term issues we have on energy supply. 舆论尖锐地指出，特拉斯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历届首相中最难继承的遗产。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能源危机并非英国面临的唯一问题，通货膨胀正在飙升，或许要到可怕的 20% 才能见顶。与此同时，特拉斯还面临着37年来最低的英镑汇率，经济衰退正在逼近，预计衰退将持续1年以上。雪上加霜的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学校正在努力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公共部门可能会发生更多罢工，警方正为可能发生的内乱在做准备。Conservative values is low tax, grow business. She said she campaigned on, and this is the way she's going to run the country on those same conservative values. Yeah, I was struck actually.对于从政时间不长、无力应对英国多重经济问题的特拉斯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组建一个兼具经验和包容性的内阁。然而，外界注意到，目前已经披露的内阁成员大部分与他一样资浅且激进。英国《卫报》周一的报道称，特拉斯预计将任命詹姆斯·克莱弗利为外交大臣，休拉·布雷弗曼为内政大臣，夸西·夸腾为财政大臣。卫报称，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白人男性担任英国的4大要职。特拉斯的对手苏纳克则明确表示，他不会进入特拉斯的内阁，打破了过往多数在中选中败北的竞选者获得内阁职位的惯例。英国舆论对特拉斯的内阁初步名单感到不满，因为这些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他们都是特拉斯的党内亲信，只会赞同他提出的各种不靠谱政策，而不是提供建设性建议。其中，即将担任财政大臣的夸腾，去年1月才首次进入内阁担任商务大臣，但从2010年一起进入下议院以来，夸腾一直都是特拉斯的亲密盟友。而此前在外交部与特拉斯共事的克莱弗利则对其外交表现赞不绝口。She's been fantastic at the Foreign Office. She's a really experienced minister. She ran a really, really good campaign, and that's a cracking result. 英国民意机构 YouGov 周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半数受访者对特拉斯将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感到失望。67%的受访者对特拉斯未来领导的政府解决生活成本危机信心不足。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特金周一公开表示，特拉斯成为新首相只是仅占英国总人口 0.3% 的17万保守党人的选择，而不是苏格兰人的选择。
had people in Scotland be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they would not have voted for Liz Truss. And there is the democratic deficit laid bare again. You know, it is long past the time that we should stop having to put up with Tory Prime Ministers and Tory governments that Scotland doesn't vote for, imposing policies on us like Brexit and a whole host of other things that we don't support and taking Scotlan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2024年还有这个全国大选，保守党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这个执政的地位，最后弥合党内的分歧和英国国内的这个党派利益的这个分歧，包括西方内部由于乌克兰的这个危机包括这个通货膨胀、能源价格高企，它能够整合好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还要搞什么撒切尔第二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他能够不成为特蕾莎梅第二就不错了。内政问题一箩筐，外交上特拉斯也面临巨大挑战。特拉斯胜选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表示，从特拉斯女士还在担任外交大臣时的声明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俄方并不预期俄英关系会有任何向好变化。特拉斯曾在去年12月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对俄罗斯扬言，称美西方国家要统一战线，捍卫自由边界。俄乌冲突前夕，特拉斯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谈，却由于缺乏常识而被拉夫罗夫嘲讽谈话是对牛弹琴。俄乌冲突爆发后，特拉斯更是不遗余力奔走在反俄第一线，多次声称要叫普京出来谈谈，并表示要挫挫拉夫罗夫的锐气，甚至在党首竞选期间叫嚣，必要时会按下核按钮，尽管这意味着全球毁灭。观察认为，特拉斯主政下，英俄关系预计将继续约翰逊政府的路线，视俄罗斯为不共戴天的对手，欧洲和平最大的安全隐患。约翰逊周二在唐宁街10号发表告别演说时，花大量篇幅批评普京，甚至把英国发生能源危机赖到普京身上。特拉斯周一发表获胜感言时，也专门感谢约翰逊对抗了普京。但尴尬的是，他说完之后，现场反应许久才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Boris, you got Brexit done. You crushed Jeremy Corbyn. You rolled out the vaccine and you stood up to Vladimir Putin. You were admired from Kiev to Carlisle.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上，特拉斯亟待修补的坏人缘远不仅限于俄罗斯。美国《华盛顿邮报》周一就形容特拉斯虽然在莫斯科不受欢迎，但在布鲁塞尔也没有多少粉丝。虽然在他胜选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纷纷道贺，并表示希望能够与英国继续合作，但实际上，英国与这些欧洲盟友之间暗流涌动。以法国为例，特拉斯在党首竞选期间曾因回答马克龙是朋友还是敌人问题引发争议。特拉斯当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没有定论。Il dit le peuple britannique, la nation qui est le Royaume-Uni est une nation amie, forte et alliée, quels que soient ses dirigeants, et parfois malgré et au-delà de ses dirigeants, ou des petites erreurs qu'ils peuvent faire dans des propos d'estrade. 事实上，自英国脱欧以来，英法关系就受到影响，双方在捕鱼和应对非法移民等问题上频频发生争执。之后，英国伙同美国截胡澳大利亚的潜艇大单，更让英法关系跌至冰点。分析称，尽管马克龙在贺词中主动伸出橄榄枝，称已准备好作为朋友和盟友一起共事，但在特拉斯执政下，英法关系料难有多大进展。特拉斯呢，也是一个非常所谓的鹰派，强调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但这个人也是个政坛的变色龙。他以前还是反对脱欧的呢，可以说也是趋炎附势也好，或者说见风使舵吧，才能赢得今天首相的宝座。这个也实际上就反映了英国脱欧了以后他要找一种新的身份，所以他这种变色龙实际上就反映了英国身份的一种危机。未来他的政策，我觉得还会受到很大的多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今天，英国新老首相完成权力交接，特拉斯入主唐宁街已经开始阻隔。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新老首相今天前后脚见英国女王，老首相向女王话别，新首相向女王行稳手礼，这是英国首相权力交接的极简的仪式。昨天我在节目中曾经分析，特拉斯上台其实就是所谓极少数派的胜利，是以保守党的草根党员票成功撬动了权力结构。因而呢，特拉斯他的代表性乃至权力合法性实际上都缺少民意和数字的支撑，
所以啊，我判定特拉斯大概率会成为弱势的首相，他是注定没有蜜月期的。那么，虽然他在个人形象乃至行动话语上都在刻意追随英伦名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但是真要复制撒切尔式的成功与人气，成为铁娘子第二，可谓是难如登天。那么，今天公布的一连串的数字再次确认了这一点。特拉斯当选保守党党魁，靠的是16万草根保守党员票。而英国呢，去年的人口数字是6700万，不到0.3个百分点的关键最少数，替代英国人做出了集体决策，把特拉斯给送进了首相府。那么这是民意的胜利，还是民意被绑架了呢？他在昨天的党魁胜选演说中就强烈暗示，准备在2年内迎战选举。这意味着他希望自己领导的保守党呢，能够将下院的多数席位保持到任期结束。但是英国人等得及吗？所以啊，确实要忠告刚搬进唐宁街的特拉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英国文化大臣纳迪类多瑞斯，他呢昨晚公开的这一辞职信，无疑啊又是对他的当头一棒。多瑞斯已经获得特拉斯邀请留任，但是呢，作为下课首相约翰逊的铁杆支持者，他在辞职信中就宣称支持特拉斯的领导，但是呢，更希望在内阁以外来表达这种支持。这是英国政坛装腔作调的经典的鬼话。《纽约时报》今天就分析，保守党一方面渴望全新的起点，一方面呢又在后悔驱逐特拉斯作风浮夸的前任约翰逊，也再次见证了这样一种心态。特拉斯他的阻隔之路注定是颠簸异常的，而人走茶未凉的下课首相约翰逊，也是他不得不要时时提防卷土重来的党内的隐患。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